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最新爆点：中国新能源汽车刚被中共官媒封为第一经济支柱，结果却传出触目惊心的画面：成千上万辆新能源车堆在郊外荒地里，车漆蒙尘，杂草丛生，座椅保护膜都没撕，就成了汽车坟场。更扎心的是，经销商为了完成厂家的销量任务，不惜赔本甩卖，明知道要亏20%，也要把车卖出去，只为了拿到返利和奖金。结果是什么？70%经销商都在亏损，整个行业陷入恶性循环。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官媒还在拍胸脯说，新能源汽车已经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支柱。问题来了，上一次被称作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如今烂尾遍地，金融地震，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房地产？中国车商出现在德国之声9月21号的报道标题上，熟悉中文的人都知道“商”这个字的分量。我们以前读过屈原的《国殇》，看过苏小康的《河商》，今天又从媒体报道标题中看到车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人们的目光锁定在成都国际汽车展，这所拥有2100万人口的城市，8月29号到9月7号举办的车展，场地却设在一个郊区购物中心。展场陈列着5000辆大甩卖的新车，比如一辆一汽7座 SUV 奥迪，售价仅22300美元，约15.85万人民币，比标价跌了超过60%。甚至比亚迪的一款混动车型，标价16万多，展会现场直降到不足10万。华尔街日报记者描述现场，有黄牛直接现金扫货，批量提车，转手就在二手平台甩卖。整个国际车展更像是一场汽车清仓节，这些超级折扣是由一家名为 Z-Car 竹子买车的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从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那里批量购买汽车，之所以能给到如此优惠的价格，因为中国的汽车太多了。中国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汽车？答案是政府补贴。中共为了成为制造业强国，一直在用补贴和其他政府激励政策刺激汽车制造商。官媒央视网9月18号的报道引用习近平的话说，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达到 45.5%， 而2020年还只有 5.4%。每天平均超过5000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到180多个国家。官媒还称，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生产总值占到全国 GDP 的 10%， 已经取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第一支柱。但这个支柱正在颤抖。根据路透的调查，中共的产业政策只在乎政府目标，而不关心消费需求。中国汽车产量早已超过市场吸纳能力，去年生产了2750万辆，实际产能却是这个数字的2倍。尽管中国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业内高管表示，几乎所有汽车制造商都不可能实现盈利。中国电动汽车的起价不到1万美元，但在美国市场，仅有几款售价低于3.5万美元的电动汽车在售。上个月公布的一项行业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经销商也赚不到钱，因为很多都堆满了过剩库存。经销商的应对措施是大幅降价，一些零售商为未售出的汽车批量登记并投保，这样一来，汽车制造商就可以将汽车记录为已售出，同时经销商还有资格获得工厂回扣和制造商的奖金。这些多余的车辆被批量卖给像竹子买车这样的灰色市场交易商手中。一些车在抖音等社交媒体网站上以甩卖的形式出现，另一些则变成二手车运往海外，还有一些最后被遗弃在杂草丛生的汽车墓地。许多行业数据和分析师表示，这是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征兆，预示着一场潜在的行业大洗牌，隐隐透露出类似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迹象。中国新能源汽车跃升为中国经济第一支柱的同时，也遗传了房地产的泡沫崩溃基因，这对难兄难弟真是如假包换的中国特色啊！泡沫的根源正是中共的产业政策，
这是一种只注重提高销售和市场份额的政策，而不注重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竞争。地方政府向汽车制造商提供廉价土地和补贴，得到的是汽车厂家的生产和税收承诺，却让中国的产能过剩成倍增加。中国汽车行业的过剩令人震惊。根据咨询公司盖世汽车研究院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去年生产2750万辆汽车，而其目前的生产能力是去年的2倍。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工厂的数量正在激增。咨询公司艾瑞博预测，到2023年，中国129个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品牌中，只有15个在财务上可以维持。中国新能源汽车泡沫危机还在酝酿当中，泡沫一旦像房地产那样崩裂，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非常大的。汽车行业及相关服务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10。中国电动车的价格战已进入第3个年头，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许多汽车制造商倒闭。一旦这些车厂倒闭，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裁员，消费者支出会更加疲弱。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张雨涵认为，这让汽车制造商和地方政府陷入了恶性循环，他们相互助长、相互加强，这可能会使市场陷入恶性循环。今天，电动汽车行业的泡沫早就埋下了伏笔。在1990年代，中共政策制定者就希望让中国成为电动汽车崛起的领航者。2009年，中共推出了一项计划，鼓励汽车制造商生产电动汽车，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并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2017年，电动汽车还没有起飞。那一年，中共政府官员起草了一份汽车制造政策蓝图。这份1.3万字的文件，汽车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概述了到2025年每年生产3500万辆汽车的目标，大约是美国年销量记录的2倍。中共一直在努力应对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并开始抑制过度投资。对于一直依赖卖地和房地产税收的地方政府来说，汽车制造蓝图成为了另一个及时的替代经济支柱。2017年的计划促使地方政府竞相吸引电动汽车制造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中国已接近这一目标，生产了超过3100万辆汽车。这场竞争在中国各地形成了一种模式，地方政府向汽车制造商提供优惠，并要求他们实现产量和税收目标。汽车制造商通常更关注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扭亏为盈。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在其他市场已经失败的制造商，有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地方政府对他们的生存有既得利益。押注于中国产业政策的汽车制造商可以获得巨大回报。2021年，安徽省长丰县政府用廉价的土地吸引了汽车巨头比亚迪，作为回报，这个以制作传统烧饼为主要产业的小镇得到了比亚迪的大型工厂。2023年，也就是比亚迪在长丰投产后的一年，该县的经济增速比全国高出9.1个百分点，去年这一比例仍高出5.6个百分点。今年3月12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文称赞长丰的显著增长，并称比亚迪是主要引擎。安徽省委发布的通知显示，与比亚迪项目有关的2名长丰市委官员在2024年获得了晋升，2名官员目前都为合肥市政府工作。2022年，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开始在北京亦庄区购买土地，用于建设电动汽车工厂。土地销售文件显示，到2024年，该公司已比其他公司购买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低22%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超过206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文件显示，北京市要求该厂在满负荷生产的情况下，年收入至少要达到470亿元人民币。小米透露，他遵循了公开招标程序，并没有获得土地的折扣或奖励。根据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招标信息，小米是唯一的竞标者。今年6月，广州发布了一份政策文件，称该市希望培育最多3家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其中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每家公司每年生产50万辆汽车。作为回报，广州每年将奖励每家在3年内新建生产线并生产10万辆汽车的汽车制造商，高达5亿元人民币。政策文件显示，在2023年至2025年间，至少还有6个地方政府出台了吸引汽车制造商增加产量的政策。今年5月，中共有关部门开始敲响汽车价格战的警钟。今年7月14号，中共召开10年来首次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会后，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罕见发表了习近平批评地方政府一窝蜂上马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项目的报道。习近平向与会者提问：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习近平把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行业内卷和价格战的罪责推卸到地方政府官员身上，因为当时中共正在开展反内卷运动。今年3月，中共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整治内卷式竞争。6月修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反内卷、治理无序竞争，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尽管习近平甩锅，中共向行业内卷式竞争开刀，车企依然不敢踩刹车。行业分析师和前高管指出，在中国实现销售目标和扩大市场份额的压力更大。江苏退休经销商陈可云说，大型经销商往往为完成车企的销量目标和获取厂家返利而超额采购库存。江苏一位经销商说，如果你本月目标是卖20辆汽车，已经卖了16辆，最后一天会怎么办？即使赔本甩卖那4辆，也能获得约8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基本接近收支平衡。中国最大的卡车制造商之一3一重卡董事长梁林和表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被迫继续销售和生产，即使是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因为这种做法可以确保现金流，而现金流对生存至关重要。梁林和说，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只要你一直踩着踏板，你可能会感到筋疲力尽，但自行车却可以保持直立。这就是中国汽车行业的现状，眼看泡沫膨胀的就要像房地产一样破裂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场灾难，却没有办法停下来。或许这就是中共的宿命吧。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